嘿嘿嘿，嘿嘿，你喜欢我吗？啊，废话，当然了。你喜欢我哪儿啊？我喜欢你的笑容，我还喜欢你的专注和你的活泼。那要是有一天我不笑了、不专注了、也不活泼了的话，那你还会喜欢我吗？这是我和我曾经女朋友之间的对话。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哲学问题，我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尝试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最优解到底是什么。然而无意之间，我竟然打开了人类的潘多拉魔盒，发现了灵魂。大家好，我是杜克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贤武同学。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你绝对不可以这么回答。那我可能不喜欢了吧？壮士请三思啊！因此，你的回答一定要是正向的。那我还是喜欢啊。敷衍。是啊，你说我到底为什么喜欢他呀？抛开所有我喜欢他的点，只剩下那些平凡的部分，我为什么还会喜欢他呢？但是，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见过一些平凡无奇但是却深得人爱的人？有没有见过一些毫无特点但是却受人欢迎的人？甚至那些有一些庸俗下流的人，但是他们却受人尊敬。这又是怎么回事？我想知道，人为什么会受人欢迎？人在可以被描述的优点、缺点以及各个的特征之外，还有哪一些不能够被描述的东西，在决定着他在别人眼光中的印象？不要走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揭秘。首先，我们可以用一个个特征来尝试描述一个完整的人，比如说这个人到底帅不帅啊，这个人到底聪不聪明啊，等等等等。哎，停一下，你一定会这么认为。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生物，这么复杂的一个个体，显然我们是不能够用有限个特征来描述一个完整的人的呀。你说的对，我们确实不能够用有限个就描述一个完整的人，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不能用有限个，我们就用无限个。如果我们有无限个特征，我们也可以将所有的这些特征以正整数一一对应，一个一个的写出来。因为有无穷多个，所以我们可以一直的写下去，写到正无穷远。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写在了这样一条无穷远的这条长线上，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只要我能够回答这条线上所有的问题，我就可以重构出来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了，是不是啊？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造人。冰箱，要不要跟我一起制造？制造什么？小孩子。停，不是那个造人，我们只需要回答所有的问题即可。如果对于某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在它的底下写是；如果是否定的，那么就写否。这个地方咱不妨举个例子，咱们来创造一个贤武同学，怎么样？好，咱们来看一看哈。贤武同学聪明，是；高，是；帅，是。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善良，是；看得清楚颜色，否；活好，beep，点点点点，一直到无穷无尽。于是，一个生龙活虎的贤武同学就被创造出来了。我是贤武。同理，如果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来所有的人类，包括张三、李四、王八等等等等。因为一个人不过就是一堆是和否的排列组合罢了，也就是说，这所有的是和否的排列组合，其实构成出来了我们这个人类这个物种的全部可能性，而任何一个人都将在这个无穷无尽的列表中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一行，没有错吧？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所有人都在这样一个列表中，那么我请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它的第一个特征与第一个人相反，所以是否；它的第二个特征与第二个人相反，所以是是；它的第三个特征与第三个人相反，所以是是；它的第四个特征与第四个人相反，所以是是，以此类推，直到无穷。看见没有？无一例外，这个人的第 n 个特征都与第 n 个人的这同一个特征相反，因此这个人和列表中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差一个特征，他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因此它并不属于这个列表。他不是人，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个家伙他确实又没有超出人的范围，因此他其实也属于这个列表，所以他其实是个人，但他又不完全是个人。What？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人呢？我们的逻辑到底哪里错了呢？不，我们的逻辑没有错，只是在我们刚开始无意之间做的一个假设，大错特错了。这个假设就是人的特征是可数的。在我们将所有的特征问题都列入一排，并与所有的数字一一对应的时候，尽管我们允许使用无穷多的特征来描述一个人，但是这无穷但是可数的空间还远远不能够覆盖人类这个物种的范围。或许这就像当初数学家到后来才发现无理数的存在一样，其实在我们用以描述人的各个特征之间，也存在着这无穷多不可数而且没有办法被描述的这种东西。而正是因为这一些东西的存在，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啊。回到刚刚的讨论，生活中存在着很多人，他们平平无奇，但是却深得人爱；他们毫无特点，但是却广受欢迎；他们庸俗且下流，但是却受人尊敬。其原因只是他们并没有在世人的描述中被贴上一个个亮眼的标签，但是他们却一直抱着这些最有质量的介于这些标签之间的这些东西。先人呢，其实也早就发现了这一类东西，并予以命名。在人文的范围内，它们叫做人格；而在宗教的范围内，它们叫做灵魂。曾经一段时间的我，会因为没有朋友而烦恼，上网上知乎找解决办法，看到的都是一些多称赞别人、低调一点、自信一点的建议，尝试后无果。看到这里，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非常杰出且优秀的人，却过得非常孤独。或许他们只是在众人的眼睛中活成了一个个优秀的标签，把自己优异的特征一个又一个陈列在世人面前，却不知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颗颗支离破碎的没有质量的点。于是旁人对于他感到陌生，感到空洞，自然也就感到疏远。或许最好的交朋友或者是让别人喜欢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活得像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吧。我好像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的问题了。嘿嘿嘿，嘿嘿，你喜欢我吗？废话，当然了，你喜欢我哪儿啊？我喜欢你的灵魂啊！尊重知识，探索商业，挖掘方法。大家好，我是贤武。如果您觉得做得不错，可以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I'm gonna be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when I want.